朋友们，大家好。这个世界上最想与中国领导人通话或搭上话的，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莫属。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或通话的愿望。这不，4月26日终于如愿以偿。德国媒体对此也比较重视，都做了报道。中国自己的媒体与德国媒体报道同件事，风格及视角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4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乌关系走过31年发展历程，达到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为两国各自发展振兴提供了助力。我赞赏泽连斯基总统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乌关系和对华合作，感谢乌方去年为中国公民撤离提供大力协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双方要着眼未来，坚持从长远角度看待和谋划两国关系，延续双方相互尊重、真诚相待的传统，推动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中方发展中乌关系的意愿是一贯的、明确的。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把两国互利合作向前推进。习近平指出，乌克兰危机复杂演变，对国际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我相继提出了4个应该、4个共同和3点思考。中方还在此基础上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我们既不会隔岸观火，也不会拱火浇油，更不干趁机谋利的事。中方所作所为光明正大。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核战争没有赢家。对待核问题，有关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真正从自身和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着眼，共同管控好危机。现在各方理性的思考和声音在增加，应该抓住契机，为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有利条件。希望各方从乌克兰危机中深刻反思，通过对话共同寻求欧洲长治久安之道。中方将坚持劝和促谈，为尽快止战停火、恢复和平做出自己的努力。中方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中方已向乌方提供了多批人道主义援助，愿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泽连斯基祝贺习近平主席再次当选，赞赏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成功应对各种挑战，持续向前发展。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秉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乌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开展全面合作，开启乌中关系的新篇章，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泽连斯基介绍了对当前乌克兰危机的看法，感谢中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欢迎中方为恢复和平，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发挥重要作用。接着，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看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1台对此事的报道。泽连斯基和习近平的第一次电话交谈。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泽连斯基总统和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首次通了电话。中国保证，他希望为和平而努力。为此，一名特使将前往乌克兰。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中国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习近平首次通了电话。习近平保证，他的国家将为谈判和和平而努力，
但中国仍然没有明确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据乌克兰总统的一位发言人说，这次通话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中国国家电视台援引国家主席的话说，在电话中，习近平向泽连斯基保证，中国认为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习近平没有谈到乌克兰的战争，而是谈到乌克兰危机的复杂发展。中国国家元首机促警告说，不要让这场冲突进一步升级，甚至是核升级。习近平警告说，在核战争中没有赢家，有关各方必须关注他们的未来和他们的命运，以及全人类的命运，因此应保持冷静和克制。中国将向乌克兰派遣特使。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将努力促进和平与谈判。为了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希望派遣其欧亚事务特使前往乌克兰，与所有对和平感兴趣的各方进行会谈。此外，中国希望向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愿意出面当一个可能的调停人，并在2月提出了一份12点立场文件。在文件中，中国呼吁在乌克兰停火，并呼吁冲突各方进行谈判。可是，中国受到了西方的尖锐批评，因为迄今为止，中国从未谴责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中国不是危机的一方。在与泽连斯基的电话中，习近平还强调，中国没有制造乌克兰危机，也不是危机的一方。他的国家既不会坐视不管，也不会火上浇油，更不会试图从中牟利。德国之士点评，希望有关国家听得懂习主席讲的话，特别是那个某大国，因为其实习主席是在批评那个国家从中牟利。4月中旬，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首次访华时，中国外长秦刚已经使用了不要火上浇油的表述。这位绿党政治人物也曾再次指责中国政府没有充分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强大影响力来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德国之士点评，习主席说得对，这场战争又不是中国发起或参与的，全是你们西方这些人，中国有什么义务帮你们西方人擦屁股？你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就好。德国外长真的是太傻逼了，每次我看到这个傻逼发言，真的想隔着屏幕给他一巴掌。与泽连斯基通话时，习近平没有对西方国家的批评做出回应，但是他强调，在乌克兰危机这件事上，他的国家总是公平和诚实的行事，而且对话和谈判是解决冲突的唯一可行途径。乌克兰任命驻华大使，泽连斯基本人在推特上谈到了与中国领导人的很长而有意义的谈话，他希望这将为两国的双边关系提供强大的动力。电话结束后不久，他宣布任命前战略工业部部长帕夫洛里亚比金为新任驻华大使。德国政府看到了良好的信号。德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即中国和乌克兰之间现在有最高级别的对话。德国政府的一位发言人提到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为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而努力的特殊责任。这种侵略是违反国际法的。德国的立场保持不变，只有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才能实现公平的和平。欧盟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也认为，会谈是重要的，早该采取的步骤。中国领导人必须利用其影响力，让俄罗斯结束侵略战争。与德国政府类似，欧盟委员会再次强调，结束战争的先决条件是俄罗斯必须承认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德国之士点评，但同时西方国家却无时不刻在制造一中一台，表面上与中国大陆建交，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但明的暗的都支持台湾独立的勾当，不是因为他们在乎台湾人，而是因为分裂中国更符合他们西方的利益。俄罗斯方面对泽连斯基与习近平的会谈反应谨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仅表示，俄罗斯政府注意到中国方面愿意努力开展谈判进程。在中国领导人最近访问莫斯科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赞扬了中国的和平倡议，同时两国相互保证，他们希望进一步扩大共同的战略伙伴关系，
自从对乌克兰的战争开始和西方国家随后的制裁以来，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好，这就是德国电视一台报道的全部。我们来看看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推特账号上关于这条新闻的读者评论。第一位网友贴出的这张图让人费解。当然，在西方人眼里，龙是种邪恶的化身。这幅图要表达中美之间的博弈，但下面那个小的傀儡到底是谁？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我不知道。我相信在咱们的观众中，肯定有人知道这幅图的意义。所以呢，请你们说出来啊。下一位，我想知道中国是否真的对和平感兴趣，特别是中国似乎从战争中受益，不是吗？卖军火，西方对它的关注 ，Brick for Miron 可能写错了，可能是指金砖国家的形成等等。下一位，这位网友贴出的这张图上面的文字是：为什么民主人士从不感到内疚？因为他们很忙于发动战争。在过去的230年里，仅模范民主国家美国一个国家就挑起了215场战争和革命。除此之外，还有另外100场法国和英国发起的民主。2001年，德国这个民主国家对塞尔维亚发动了战争。下一位，顿巴斯和克里米亚人民的福祉胜过任何领土完整，就像西方在90年代分裂南斯拉夫并重新划定边界一样，俄罗斯今天在乌克兰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下一位，这位不是台湾人就是待在海外的反华人士，他说中国驻法大使表达了中国的想法。下一位，媒体应该支持和平倡议，这样和平才能最终回归。我在德国国家电视台读到的和听到的却恰恰相反。下一位，现在是谈判的时候了，从西方几乎听不到关于外交解决方案的消息。下一位，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和平使者。关于这条消息，民进周刊还有其他媒体也做了报道。我们接着来看看民进周刊的报道。开战以来的首次交谈，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与泽连斯基进行了电话交谈。中国希望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调停，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密切，这点很明显。现在与基辅进行了电话交谈，泽连斯基总统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但民进周刊报道的视角与德国电视一台不太一样。民进周刊还专门提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陆沙野说的那番话。实际上这2天德语媒体一直在炒作所谓的战狼陆沙野，然后还提到柏林和北京之间讲话的语气很硬，因为秦刚对拜伯克亲口说了，中国最不需要的是西方的教师爷式的说教，这让德国人很难受，因为他们不习惯中国人说硬话。我们来看看民进周刊读者评论吧，按关注度的多寡来节选翻译。在我看来，仅仅从进行了通话这一事实，就可以积极评价此事。它间接暗示了关于领土完整的声明确实包括了乌克兰。对我来说，这正是认真看待中国作为调解人的基本条件。下一位，中国不会成为一个中立的调解人，西方也不是。然而，中国可以发挥核心的建设性的作用。它是唯一的在经济上真正掌控普京的国家。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这样去做？但如果中国相信欧洲的应对方式与美国不同，例如在台湾的对抗中，那么要做中立调解人就符合中国的利益。下一位，欧洲各国人民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和平相处，其先决条件是边界仍然不可侵犯。普京认为他可以改变这一点，并发动了他的抢劫和驱逐战争。为此，必须全力以赴地将俄罗斯置于其位。俄罗斯人必须离开乌克兰，无论是自愿的还是通过军事手段，否则将没有尽头。下一位，我认为俄罗斯在某些地方正成为中国的一个包袱，因为从长远来看，它对国际价值创造产生负面影响。下一位，中国一直强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它必须这样做，哪怕只是为了避免损害其对台湾的主张，因为他认为台湾是其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很明显，
俄罗斯以乌克兰为代价的吞并行为与此不相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还没有承认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更不用说其他的吞并了。这些吞并也是基于虚假的公民投票。在被贝尔伯克问及他的行为的矛盾之处，中国外长除了对他的来访者不礼貌之外，没有其他答案。如果中国仍然坚持国家领土完整的原则，这只能意味着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出，然后必须以其他方式找到妥协，比如乌克兰的中立。人们不应该对中国的活动抱有太多期望，但可以抱着好奇之心看待。下一位，泽连斯基很聪明，他宣布了中国的伟大行动。如果中国人不兑现，中国就会给自己丢脸。而我对中国人根本不抱任何期望。下一位，对于所有对中国的合理批评，包括人权状况和对台湾的威胁，以及对克里姆林宫的绥靖，我们还是应该感谢习近平接受了西方世界的倡议，与泽连斯基交谈。电话的内容还有待观察。然而，原则上，外交是正确的方法，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下一位，泽连斯基自然欢迎，因为被中国一注意到了，2不被中国反对，还有什么呢？3我相信他也赞赏中国至今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武器。第4，中国警告不要使用战术核武器。这就是全部内容了，但还是聊胜于无，对吗？下一位，拭目以待吧。中国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俄罗斯人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就靠中国了。现在这一切都与乌克兰的重建蛋糕有关，他们希望能分得一杯羹，丝绸之路等等。下一位，只要能确保普京继续统治，中国就愿意妥协，因为这能确保俄罗斯无法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如果乌克兰真的夺回了克里米亚，或者有迹象表明这在军事上是可能的，那么最迟到这个时候，中国也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因为那样的话，普京可能在国内被推翻，取决于他如何评估来自西方的制裁威胁。他们也可能提前一点，或已经非正式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了。下一位，我不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指望什么。尽管如此，泽连斯基与习近平谈话的评论还是非常巧妙的。德国和欧洲实际上应该从侧面支持他，比如说，中国因其强大的实力而负有很大的责任，我们相信中国会承担这一责任。表达怀疑或者不信任可以理解，但在政治上是无益的。下一位，习近平叔叔肯定对普京非常生气，他的掠夺和驱逐乌克兰的战争已经震撼了西方。我们不能让自己只依赖一个贸易伙伴，再过几年，中国可能已经实现了能够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敲诈西方的目标。普京就把这一切都搞砸了。中国的解体正在开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等待接过中国的就业机会。中国最好兑现其所谓的和平努力，而这意味着俄罗斯要从乌克兰撤出，因为在2023年，移动国界将不再被容忍。欧洲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不能再玩这种游戏了。无论是否有中国调解都如此，否则习近平叔叔可以看看在未来的时间里怎么养活数以亿计的失业中国人。德国之士点评，有些德国人或者西方人有着这样的密思，是西方，是德国把中国养大，才使得中国今天如此强大。没有了西方，没有了德国，中国立马完蛋。就像这位读者留言里流露出来的想法一样，到时真不知是谁先完蛋呢，对不对？下一位，在乌克兰建立和平和解放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并不需要习近平，有西方提供的武器就足够了。下一位，中国做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任何中国的行动中，请始终牢记，他在2049年之前要统治全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判断中国的行动和与他国的交流。下一位，我不会相信习近平的做法，无论他做什么，都会被他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所驱动。下一位，中国的主要动机是反美主义，任何针对乌克兰战争的反美解决方案都可能受到中国的欢迎，无论它对俄罗斯还是对乌克兰有利。下一位，一个反美解决方案会是什么样子？人们总是说
美国与这场冲突毫无关系吗？下一位，没有人说美国与此毫无关系，只是美国不是冲突的一方，也不是战争的原因。尽管如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们可以尝试将美国与乌克兰战争联系起来，毕竟中国人在南海有自己的计划，任何能让美国分心的都会有帮助。下一位，美国不是冲突的一方，只是最大的受益者。德国之士点评，大家看看踩他的人有多少。下一位，我认为泽连斯基与每个人都说话是正确的，包括习近平，因为中国的态度并不明确。见报道，中国政府与高级外交官保持距离。德国之士补充，这里指中国驻法大使陆沙野。泽连斯基有外交才能，即使对困难的对话者也保持尊重，可以设法引起人民对其国家的同情，即使是对习近平也有改进的余地，毕竟他不希望在战后站在错误的一方。下一位，一个在南海咄咄逼人的扩张，并不断在台湾面前剑拔弩张的国家，想扮演和平鸽，这太可爱了。看了一些明镜周刊的读者评论后，最后我们看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推特账号上他发的与习近平通话的信息及下面一些人的评论。他的推特非常短，是这样的：我与中国习近平主席进行了长时间和有意义的电话交谈，我相信这次通话以及乌克兰驻华大使的任命将有力推动我们的双边关系的发展。内容非常短，信息量不大。那接着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有几条是中文的，很明显是带风向的，专门指出俄罗斯霸占及瓜分了中国多少多少领土，那是清朝的事了，很明显他们是想挑拨当下中俄关系。我们来看看外语评论吧。啊，你终于接到电话了，你的祈求花了足够长的时间，在你坑害中国投资者并试图对中国指手画脚之后，我不会指望有多少人同情你。下一位，你把多少钱给了大人物的儿子？德国知识点评，这里的大人物当然是指某国总统拜登，那么他的儿子就是那个叫亨特的人。下一位，永远不要相信中国，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背叛你。下一位，要小心啊，狐狸在鸡窝里。另外请记住，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这伴随着很多风险。下一位，西方没钱了，基辅转向东方寻求更多，就像他一贯的做法。下一位，来自苏格兰的良好祝愿，乌克兰必胜。下一位，国家的强大伴随着巨大的责任，这是中国向世界证明的机会，证明中国确实相信与自由的西方进行和平合作和共存，而且中国能够根据其新的责任行事。下一位，让我们希望这次通话将给乌克兰带来一些好的结果吧。好吧，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吧，你们有什么看法呢？请踊跃留言，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